如今誰都清楚日本即将有所行動。此時俄羅斯在歐洲與烏克蘭鏖戰正酣，美國在中東對伊朗虎視眈眈，而中國呢，自家門口也必將有一番動靜。中國之所以尚未動手，其實是在等幾件事有個定數。其一，中東局勢的走向，目前看來美國似乎有撤退的迹象，但還未確定，待局勢明朗再說。畢竟全世界都看到中東崛起的伊朗已成為未來世界秩序中不可小覷的重要力量。其二，俄烏衝突裡歐洲是否親自下場參戰？倘若美國帶着歐盟在歐洲捲入戰事，亞洲這邊的局勢或許還能緩一緩。若美國佔據上風，中國會直接在亞太地區採取行動，以緩解俄羅斯的壓力。要是俄羅斯佔優，美國大概率會逼迫日本出手，從而緩解自身在歐洲的壓力，而中國自然也會果斷反擊。總之，亞洲的局勢還能等到歐洲分出勝負的那一刻。其三，日本如今已完成前期準備工作，注入煽動民众情緒、軍工生產推進、戰鬥部署就位等。接下來他們就要推动修憲，若還有後續動作，甚至可能謀求擁核。而中國同樣也做好了準備，聯合國對日本的定性、稀土斷供、两用物資制裁等措施都已實施到位，軍事方面也基本準備就緒，現在就等着日本下一步的動作，甚至可以說就等日本打响第一槍，亞太地區的戰爭便會即刻爆發。這裡插一句，很可能最先與日本交手或者近距離給日本施壓的會是朝鮮。畢竟巴基斯坦從印巴衝突中獲利，伊朗也在美伊衝突中嶄露頭角。朝鮮雖在歐洲的表現可圈可點，但在本土周邊還未打出足夠的地位，所以這對朝鮮而言是一個絕好的契機。看過評論後補充一點，朝鮮參戰將成為中國絕佳的開戰理由，也是推翻美國霸權的好機會。打擊日本並非最終目的，而是要借此徹底瓦解美國的世界霸權。朝鮮就是要告訴美國，我就是要打你的狗腿子。日本你能怎樣？你們不是有美日安保条約嗎？怎麼不履行了？要是美國也下場參戰，那中国正好順勢加入，名正言順。要是美國不敢下场，那美國的霸權可就徹底完了。其一，美國把战敗國放出來發動戰爭，主動打破二戰後的國際秩序，罪加一等。其二，他的狗腿子日本被朝鮮打了，他都不敢站出來維護，美國还有什麼實力和臉面繼續當世界霸主？到那時，中國再以收拾戰敗國、援助好兄弟朝鮮的名義對日本出手，那可真是師出有名，毫無負擔，還順應了天下人心。基本上中東、歐洲、亞太這三個地區的局勢都在逐步展開，這是二戰之後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也是話語權的重新爭夺。我們正身處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很多回答說，如果發生戰爭，中國會陷入戰爭泥潭，理由是中国若要打敗日本，就需登陸作戰，而這不可避免的會造成日本平民的大規模傷亡，有違人道主義。總之說法眾多，我想說大家別被美西方那套說辭騙了，他們不過是在美化自己的戰爭罪行。戰爭哪有什麼所謂的人道主義？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敘利亞戰爭，造成了多少平民死亡？巴以衝突中加沙地帶又有多少无辜百姓喪生？戰爭是你死我活的較量，是國與國之間的正面交鋒，不存在軍隊交鋒，無辜百姓卻能安然無恙的情況。再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分男女好壞，只要日本發動戰爭，就代表了全體日本人的共同意志。一旦戰爭獲勝，所有日本人都將被視為戰犯，接受清算，不存在无辜一說。美西方包括日本不是号稱民主國家嗎？他們能選出一個极右翼首相，那就說明全國大部分人都是极右翼分子，极右翼分子就是戰犯，理應被消滅。1945年，中國未徹底清算日本戰犯，如今他們也該還債了。很多人討論說日本不會先動手，畢竟中日實力懸殊，所以不會開戰，或者日本不敢開戰。我只想說，有這種想法的人在戰略上就已經輸了。二戰時期，美國和日本的實力差距也很大，但日本還是偷襲了珍珠港。日本这個國家喜歡賭國樂，中國的日益強大遲早會對日本產生致命威脅。日本大部分石油都要經過中國南海，中國一旦強大，就掌控了日本的海上生命線。而且隨着中國製造業的升級，很多日本工業品在中國市場已毫無競爭力，比如家電和汽車。這些年，日貨在我們身邊漸漸消失，中國的不斷崛起必然會壓垮日本的工業，摧毀其經濟。更何況日本國內的債務已高得驚人，所以日本這次必定會賭上一把，全力與中國一戰。日本人選出極右翼首相，就是做好了在亞太與中國開戰的準備。日本想成為第二個烏克蘭，甚至第二個伊朗，試圖擺脫戰敗國的枷鎖，對日本的稀土及兩用物資限制。只是對其軍工生產的制約，最終問題還得通過戰爭來解決。再補充一點，
很多人質疑未來是否要登陸日本，覺得只要在海上封鎖持續轟炸就能讓日本投降。我認為要麼不打，要打就一定要登陸，首先拿下沖繩，支持琉球復國，然後將日本4個島嶼全部拿下。大概率中國會從南面登陸，俄羅斯可能從北海道進攻，日本将被中国南北夹擊。為什麼一定要登陸呢？因為不登陸日本，不實行軍事管控，日本能扛住狂轟濫炸100年。以伊朗為例，美國投下上萬枚航彈，伊朗高層幾乎被血洗，但伊朗的導彈仍能正常發射，反擊了100輪。因為轟炸能摧毀地面設施，卻炸不掉山中的倉庫和工事。日本雖缺乏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但只要有糧食和水，國民就能生存。二戰時，日本喊出1億玉碎的口號，為何敢如此叫囂？即便美國扔1000枚原子彈，一來美國是否負擔得起是個問題，二來即便扔了，日本人也不會死絕。剛開始可能因缺乏經驗死的人多，後來有了經驗，開發防空洞，原子彈的威力也會大打折扣。實際上，日本投降的公認原因是蘇聯消滅了70萬關東軍，並準備登陸日本。日本人能頂住美國的轟炸，能在海邊灘塗阻擋上百萬盟軍，但他們絕不敢讓蘇軍大規模登陸，參與瓜分日本，因為那樣從天皇到普通民眾，所有戰犯都將被清算。相比杜魯門、斯大林的威慑力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所以日本最後實在无計可施，只能在給美國當狗和被蘇聯滅族之間選擇投降美國。美國後來未清算日本戰犯，也是因為日本高層投降，美國借此將日本馴化為在東亞的看門狗。所以不登陸日本就無法清算日本的极右翼軍國主義和二戰餘孽。很多人討論何時開戰，為何日本明面上積極備戰，中國卻不趕緊動手，還擔心中國會被日本偷襲等問題。我談談自己的看法。目前日本瘋狂備戰，中國肯定不會坐以待斃，等着日本準備好來攻擊我們。從中國的軍事和信息化水平來看，日本想要通過偷襲給中國造成巨大損失是很難的。退一步說，即便日本真的偷襲成功，中國的反擊也會又快又狠。那為何現在還不動手呢？關鍵在於歐洲局勢尚不明朗。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已陷入膠着，烏克蘭天天用無人機偷襲俄羅斯儲油罐，連莫斯科都被炸得千瘡百孔。但即便如此，俄羅斯也未全力出擊，也在關注中東和亞太的局勢。說白了，普京也想保存實力。畢竟如果歐洲全面介入烏克蘭衝突，俄羅斯民族將遭受重創。所以俄羅斯希望亞太和中東能盡快開戰，為其分擔壓力。中國同樣也在觀望歐洲和中東局勢，不想過早動手幫俄羅斯減輕壓力。總結起來就是2點，一是日本備戰激烈，要在其完全準備好之前給予致命一擊；二是盡量等到歐洲和美國捲入烏克蘭衝突，俄羅斯無暇顧及亞太時，再在亞太地區展開行動，趁機把美國趕出第二島鏈，讓其勢力退縮到夏威夷甚至美國本土。亞太這場戰爭既要消滅日本、驅逐美國，也要消耗俄羅斯在歐洲的實力，可謂一石四鳥。有人會問，為什麼不幫俄羅斯減輕壓力，反而要消耗它呢？同志們，我們不能忘記，近代史上佔領中國領土最多的就是俄羅斯，從沙俄到蘇聯，這個國家給中國帶來了不少苦難，這也是很多人對其不信任甚至敵視的原因。我相信有這種觀點的人大都是愛國的。現在機會來了，如果俄羅斯在歐洲戰爭中元氣大傷，而中國在遠東成功消滅日本、驅逐美國，那麼中國就有機會染指外東北、外蒙古和西伯利亞地區，並且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能力開發和治理这些地区。歷史上從沙俄到蘇聯的幾百年裡，俄羅斯一直強盛，湧現了不少強人，期間中國失去了大量領土卻無力收回。進入21世紀前後，中國為了發展與俄羅斯簽訂領土條約，和平解決爭端，但一切都在變化。如今已快到21世紀中葉，俄羅斯似有衰落之勢，經過歐洲這一戰，它未必有精力再顧遠東。這對中國來說是個絕佳機會，未來不僅外東北、外蒙古和西伯利亞地區，還有東亞以及一帶一路涉及的眾多受俄羅斯影響的地區，中國都要和俄羅斯商談，最好是趁其虛弱實談，憑借中國的實力和能力，開發這些地區具有絕對優勢，俄羅斯消化不了的都得讓給中國。所以中國目前保持戰略定力，不輕易參戰，任由世界其他地區相互消耗，而中國將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從全局來看，我們需要一場能復興中華民族的戰爭，為子孫後代贏得100年的和平與繁榮。很多人質疑為了報復日本而發動戰爭會勞民傷財，不顧國內民生，這種做法是否正確？我最後再跟大家說一下，戰爭並非單純的暴力殺戮和領土佔領，而是要通過戰爭手段重塑國際秩序。孫子兵法有言，以戰止戰，就是要通過戰爭解決積累的矛盾，
為和平奠定基礎。我問大家，二戰中美國沒死人嗎？可為何二戰後美國越打越強，經濟實力不僅沒下滑，還一直保持世界第一，直至21世紀？因為美國用軍事實力重塑了自己的国際地位，為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蘇聯在二戰中傷亡2700萬人，這個數字即便在今天也令人震驚。但為何雅爾塔會議後蘇聯能成為世界兩極之一呢？因為蘇聯和美國作為主要戰勝國擊敗了德國和日本法西斯，重新建立了國際秩序，奪取了原本屬於英法的話語權。這個世界上有些東西僅靠和平發展是無法獲得的，比如現在國內內卷嚴重，很多產品在國內市場飽和，只能通過降價增加產量來競爭，利潤越來越低。此時若不通過戰爭重塑國際秩序，產品就難以出口，國內經濟将陷入困境。所以大家觉得2018年之後經濟變差，一個原因就是國內市場飽和，產品出口困難。西方不斷加徵關稅限制出口，就是怕中國的廉價商品衝擊其國內工業。要改變這種狀況，和平發展是行不通的。中國迫切需要一場立威之戰，為這場百年大變局開個好頭，奠定未來的國際地位。